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那看到这个可爱的1:1公仔，应该知道说我在哪里哈。之前我拍过一片1:1的真人公仔的影片，当时我已经订了一个1:1的剃发。那其实在半年前它就已经到货了哈，但这半年来发生很多事情，所以那个到货到半年，我现在才有空来做开箱的动作。那东西已经在里面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种公仔买起来它都是这么大一箱吗？对，没错，基本上我们1:1等身人形模特一箱就是大概都是这样。这下面应该就是本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上面这边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是衣服，然后这个是假发。这个就是我那件剃发的衣服。那个时候我记得说来的时候说衣服有点问题，所以又搞了一阵子。对，要退回去重弄。大家看一下什么东西？这是这是她的裙子。对，就是剃发的战斗装。哦，她的手套呢，完整还原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放旁边，我们赶快看一下我们本体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点点我们已经遮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不是18禁的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这个什么东西？这就是剃发的头，我可以拿出来啊？可以啊。哇，光头那这个面罩是干嘛？应该是保护他的脸，是不是？对，它保护娃娃的妆容。哇，仔细看，看这血色很漂亮好，那这边就是身体嘛。下面这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他的内衣吗？对，它的背心。好，那我想请问一下老板像这么大一尊的公仔的话，怎么送货？他们用货运送过去呢，还是说你们会有人过去帮他装，还是教学之类的？好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如果距离离我们比较远，你需要我们亲自到府服务也是可以，但可能就会着收一点车马费。但如果是在附近的地区，我们都会亲自送，然后会直接搬到你的房间，然后会帮你组装，甚至教你一些简单的操作，怎么清洁，怎么清洗。好，这一尊。现在就麻烦老板直接帮我穿衣服，我不会穿。好，那麻烦老板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搞定了，真的很漂亮不过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惜，她头发有点塌，可能是因为被我放太久了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，这种公仔它的身材都比真人好，像它的这种运动型它全部的衣服好像都是用真人的衣服去穿的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真人的。因为像真人的骨架没有那么小，刚刚是建议说用夹子把它夹起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像他的腰这么细，胸又这么大，其实不太符合物理定律，所以我稍微改过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的非常漂亮。比那个网络上我看到的其他的剃发差很多，其他的剃发那个五官长得有点奇怪。这一尊其实认真来讲，我是觉得还原度已经很高了。要我嫌的话，就觉得这个衣服没有为它量身打造，就有点可惜一点。而且我发现这个公仔它没有什么脱模线这只比较小。那像这个公仔的话，如果说一般人买回家当摆设用的话，有什么要注意的？基本上比较害怕的就是染色，因为像这种黑色的部分，这种皮革，如果衣服的色牢度不够的话，它就会害娃娃去染色。你如果担心染色，可以在里面多穿一个内衬，对，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刚刚看你这里都有套丝袜，怕说这种衣服裙子会沾色，对？对，没错。我刚刚有稍微抱了一下，很重大概30-40公斤有对，这一只大概30公斤左右。而且因为它跟人不一样，你在抱人的时候，人的重心是可以这样变化的，就是你抱它的时候，它会这样垂下来，但是它重心是在中间，但是这个感觉是整个都是就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它跟人比较不一样。假如你抱一个女生公主，她会帮你施力，她会挽着你的脖子，但娃娃它不会，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，而且它身体又软，所以你不太好施力。所以你在抱它的时候会有一些技巧，这个技巧基本上我们都会跟每个客人说，也会教他们怎么去抱娃娃，怎么去使用，怎么去操作。那像它这个关节能够凹，然后凹到什么角度？
基本上只要真人做得出来的动作，娃娃都做得到。对，当然你不要说太夸张，要把它劈腿一字马之类的。那如果正常，像现在这种动作，基本上每一只娃娃都是有办法做出来的。像后面有这么多公仔，你们大部分放着也不太会去动它，就一阵子上个粉，这样就好。对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这一尊呢，正常来讲，它售价是多少？大概在7万块上下。如果说有的人买回去之后放一阵子之后，实在是没地方放了，你们这边有帮忙处理的方式吗？基本上我这里就是所有的售后服务都有，包含就是你娃娃买回去，可能你又买新的，或者是家里没有地方放，那我们都有在帮客人做二手寄卖的动作。这个东西你不能乱丢，你乱丢明天保证上新闻。但是我们这边都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娃娃回收的动作，包含维修啊、化妆、改装、补装，基本上只要你想得到跟娃娃相关的服务，我们这边都有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公仔好了，它的眼睛是不是可以动？对，可以弄一下给我们看。对，基本上我们是会用一个吸盘去吸它，因为现在这边没有，我们就直接用手指按。对，啊，这只嘴巴能张开？这是不行。对，但是刚刚呢，大家看不到的角落呢，我有看他身体的其他部位，跟真人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原则上这种东西我是不会拿来用的，我就是要就可能是拿来当做公仔来摆放。一般来说啊，这个公仔实在是很不错。比较可惜的就是说，像这种 cosplay 的那个服装呢，还原度就要看道具商那边卖的怎么样。对，这件我老实讲，我是觉得如果100分来打，娃娃本身我就觉得80-90分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个衣服我觉得大概只有70分。也许它还有一件紫色的那个礼服，穿起来会更漂亮。我本来是打算说买这个啊，以后出去拍照的时候可以扛出去，然后放在那边，然后赶快来测手机。但是呢，我抱了一下之后，我决定呢，还是把它放着比较好。那像老板你自己看的话，这类型的这种公仔的话，如果说我们讲的情趣用途以外，你有看过什么比较不一样的用途呢？有，其实蛮多的。达哥他最一开始说的这个，就是他把它当成模特，把它当成公仔，把它当成玩具，这是其中一个用途。甚至有人把它的用途当成发泄的管道，那当然我把它当成一个情趣用品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是把它真的当成心灵上的慰藉。像我们这边就真的有一个阿伯，他是76岁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要买一只娃娃。对，那阿伯就说，因为他老婆已经过世了，然后他儿女都不在身边，他需要一个东西就是放在家里，他才会有想要回家的动力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可以泄欲，只是一个附加价值，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用途。像这种它有没有可能说以后就变成类似像机器人啊，套个皮上去，然后弄一弄就变在家里做家事啊？那像你在业内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发展？有，其实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结合蛮多东西的，包含 AI 啊、智能家居啊，甚至你可以直接跟他说，小法现在几点，他会跟你说现在8点，而且嘴型是一样的。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已经有了，对，然后甚至会自己动的啊，什么腰部会自己动的娃娃，它其实现在也有了，所以在未来这些东西基本上一定都看得到。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7万块很贵，我偷偷跟大家讲，我之前买科博文那一只就4万多块。然后我有一只6:1的浩克毁灭者是6万多块，最近莎莎贝要出18万。其实阿达也买了许多原厂或副厂的那种1/6公仔，所以你说这种东西贵，我认真来讲，我觉得还好。之前那个公仔不是只能像这样坐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这个，它可以直接撑在娃娃的胯下，对，然后它就会变成3个点，就有办法去做支撑。这样子它就可以站起来。对，这样子设计非常合理，就不会像一般这种公仔，你还要准备个椅子给它供着，或靠在墙壁上，这样子就更像一个真人站在你家里，或者是它是一个公仔的摆设。因为认真讲公仔也有类似的这种东西，它也是架在胯下的啊。那以上呢这是这个等身大 T 版的简单介绍。我是电脑王阿达，如果喜欢这张影片的，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